降头师下死将是把受害人的相片用棺材钉钉住他的穴道，要解降一定要法力高强的人把钉子拔出来，然后才能解他的降。降头师分为12种，他们分别属于12种邪恶的动物，有蛇、蝙蝠跟鲸鱼等等。如果想查出被下降的人是给哪一种降头师下的降，那就一定要把他的姓名、生辰八字写在一张纸上，很虔诚地向佛祖祷告。祷告完了，就把那张纸烧成灰，压碎它，再加点连坐的圣水下去，调匀了以后，就倒在12种降头师的原版上。那么它属于哪一种降头师，那它的范围就会变成紫色。知道是哪一种降头师以后，就可以着手解降。现在这个降头师是属于蝙蝠。这部邵氏经典上映于1981年，也是迄今为止对南阳降头术的下降方法和解除方法演绎最详细的影片。故事发生在1981年，老王带着儿子露营时发现了一具腐尸，有一只手，好可怕！经过法医的解剖，发现这个小女孩是被钢钉贯穿头骨导致的死亡。经过调查，很快女孩的父亲阿伟就被锁定。被抓以后，阿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中了某种巫术才做出了这种事情。可是负责案件的老黄根本不信巫术这一套，于是阿伟就讲出了他杀害女儿前发生的事。当时他跟着旅行团来到南阳旅游，他在游玩时结识了一个叫泰珠的女孩。起初由于语言不通，阿伟没能将她拿下。心有不甘的阿伟来到市场上买了一件首饰，在泰国送这样的首饰代表着永恒的爱。泰珠以为阿伟对她一见钟情要娶她，于是非常开心地同意了阿伟的追求。就这样美好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在临走时，泰珠也送给了阿伟一个吊坠，并且提醒他6月30日之前一定要回来见他。阿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下来。可是回到香港以后，阿伟就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过了约定时间以后，怪事果然发生了。在一个月圆之日，泰珠送给阿伟的吊坠里居然流出了污浊的液体。阿伟被惊醒后急忙到洗手间清洗，可怎么也洗不掉。阿伟是个单亲父亲，他唯一的亲人就是自己女儿。自从那天以后，他就发现女儿有些不对劲。半夜阿伟听到有吃东西的声音，他来到厨房查看，却看到女儿居然在吃生猪肝。啊，丫头，你吃生猪肝干什么啊？女儿不仅变得行为古怪，还好几次差点害死她。阿伟非常害怕，于是在邻居大妈的介绍下找到了神婆求助。照我的占算，你这种情形是邪魔已经附上了你的身体，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也会害死你的。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赶走邪魔？赶是赶不走的，这个邪魔是非常厉害的，要用9寸的大钉子在头上钉死他，将他的灵魂关在佛堂里面，要关上10年。由于自己的精神压力和神婆的蛊惑，阿伟终于做出了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就这样，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我对不住女儿，我对不住女儿啊！哎呦，听完他的讲述以后，老黄依然不肯相信，于是阿伟就亮出了身上被污浊液体留下的痕迹。随后老黄就拿着那个吊坠找人化验，可是法医却告诉他里面的液体是一种细菌，但是对人体无害。今晚又是一个月圆之日，回到办公室的老黄陷入了沉思，可下一秒他发现装着吊坠的袋子居然迅速腐化。老黄急忙用圆珠笔挑起吊坠查看，结果恐怖的事情发生了。经历过这件事以后，老黄也开始怀疑阿伟说的是实话。于是第2天，老黄就来南阳找到了自己的大舅哥。大舅哥带老黄找到了一个他认识的灵媒。灵媒通过蔡澜神得知阿伟中的是尸油匠，下尸油匠需要降头师寻找一个刚死的孕妇尸体，然后从他身上提炼出尸油。要想成功下降，还要有受害者的相片，
一缕头发和他的生辰八字。降头师会把这些一起点燃烧成灰烬，然后放在罐子里捣碎，和刚刚提炼的尸油混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降头师3天3夜的念咒施法，尸油降就炼制成功了。如果在月圆之日没能及时解降，那些尸油就会从饰品里渗出，附着在受害人身上。从此开始，受害人就会产生幻觉，他会觉得身边的亲人会伤害自己，可实际情况确实恰恰相反，他会伤害自己的亲人。听到这里，老黄才确定阿伟没有骗他，于是老黄就询问解降的方法。灵媒表示自己法力低微，只能检测，要想解降就要到附近的金山寺求助里面的高僧。随后两人便来到了金山寺，见到主持以后，老黄才发现居然遇到了老乡。主持表示看在老乡的份上，一定会出手帮忙。回到大厅以后，主持很快就用佛法追踪到了给阿伟下降的巫师。给阿伟下降的正是代表蝙蝠的邪恶巫师。原来万里之外的巫师也有所感应，主持趁他不备时摇响了镇魂铃，开始念诵紧箍咒。巫师立刻感觉头痛欲裂，差点昏迷过去。最终他拿起一壶童子尿浇在自己头上，才清醒了过来。眼看偷袭失败，主持点燃一根白蜡烛，想要把降头师供奉的邪神化掉。巫师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为时已晚，压着阿伟相片的邪神像已经化成了灰烬。此时的主持乘胜追击，使出了隔山打牛。随后主持就开始感应阿伟被定的穴位，确定好位置以后，主持就要施法隔空拔出钉子。眼看相片上的钉子就要松动，反应过来的巫师开始阻止，只见他从泔水桶里舀出一瓢下水就喝了下去。补充了体力的巫师开始与主持决力，最终还是巫师技高一筹按下了钉子。主持也不甘这么失败，就使出了压箱底的法术。只见他举起法扇念咒，使得大佛开光，佛光通过法扇投到了阿伟的相片上。巫师为了压制佛光，累得七窍流血。在这种对决下，蝙蝠王也被惊醒，他直接飞出去撞破了高僧的法扇，没了法扇传递佛光，钉子又被巫师给按了回去。在这次对决中，主持受了内伤，需要打坐调养。他把一片佛莲交给老黄防身，让他7天后再来。老黄只好返回香港。可这次阿伟的情况却更惨了，太初为了报复阿伟，竟又让巫师下了蠕虫降。中降的阿伟胃里生满蠕虫，肿得像孕妇一样，只要他张嘴就会吐出大量虫子。最终受不了痛苦的阿伟选择了自尽。而老黄私自解降也惹怒了巫师，他从报纸上剪下老黄的照片，然后塞进柠檬里，又取了几颗蛇胆放汁，再钉入钢钉，然后杀鸡取走心脏，趁心脏还跳动之时插入钢钉，念咒施法后再把钢钉插入柠檬。最后巫师在路上挖了个坑，把柠檬放了进去，就这样柠檬酱就完成了。每当有人路过踩到此处时，就犹如踩在了老黄的心脏上。幸运的是，环卫工人发现路面毁坏，重新修整时挖出了那颗柠檬，老黄中的柠檬酱也自然化解。可是不甘心的降头师又给他下了猎头酱，只需敲一下骷髅头，老黄就会当头一棒。这样教训起人来真是便捷又腹黑。老黄被整得惨不忍睹。到了晚上，老黄的妻子推门一看，被吓了一跳。平时最不喜欢生肉的老黄居然吃起了生猪肝。老黄的妻子怀疑老黄是撞邪了，于是就来道观请道士帮忙。道长拍的胸脯帮想表示，很容易，我选个日子替你先生做场法事，替他消灾解难。好，这样也好。要等多久啊？很快的。下一秒，老黄妻子的口红掉在了地上，道士就来帮他捡口红。恰好此时前面女司机的刹车失灵，原来这是巫师给老黄妻子设的陷阱，结果被道士当了替死鬼。可是巫师并不想这么放过他，于是就放出了自己的养鬼仔对付老黄的妻子。就在老黄妻子做饭时，鬼仔就移动了案板上的刀，然后刀子凌空飞起，直接刺了过去。但是老黄妻子非常命硬，送进医院后只是轻伤，可照顾他的护士却又躺枪被控制。他拿起针头不顾一切要扎死老黄的妻子，却被路过的警察开枪打死。倒霉的巫师连续下降头，他的身体也承受不了，开始反噬了。这也使得巫师更加愤怒，他吃下一把蛊虫来增加法力，然后用绳子勒紧一个娃娃，这是他最狠毒的降头之一，勒头降。正在开车的老黄被勒得没法呼吸，差点发生车祸，幸好最后关头绳子质量太差，被巫师拽断。这下就连巫师自己也开始怀疑人生，他不相信世界上有命这么硬的人，于是直接给老黄下了死降。只见巫师拿出他珍藏多年的鹰尸，然后盖上写有老黄名字和生辰八字的布，念咒施法后让人尸合一，这样扎鹰尸就等于扎老黄。正在追捕罪犯的老黄突然受到降头的攻击，晕了过去。可奇怪的是，休息几天后，老黄居然又活蹦乱跳了。他每次都如此幸运，并非是他的命真的这么硬，而是老黄离开南阳时主持给他的莲办起了作用。果然7天时间一过，
主持见老黄没有回来，于是主持直接找到了老黄的家里，并且要回了送给老黄防身的连弹。主持通过感应在机场拦住了巫师，只见主持一声大吼，掷出了手中的连弹，连弹恰好贴在巫师头上。不一会，巫师竟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而她死后嘴里就爬出一只蝙蝠，想要逃走，结果被主持一把抓住，最后还是邪不胜正。影片到此结束，我是小 K，我们下期见。